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位17世纪的东亚海上霸主李旦，福建泉州人，江湖人称 China Captain， 中国船长。这位斜杠大叔的人生有多狂，集海商、海贼、海军三位一体，其人生堪称明末海洋传奇的缩影。李旦原本是大明朝的正经生意人，在菲律宾的马尼拉混成百货大王，贸易网络从东南亚一路铺到了日本。生意是越做越大，但问题来了，他遇到满心嫉妒却又不讲武德的西班牙人。1603年马尼拉大屠杀，2.5万华人遇难，幸存者全部变奴隶。李旦财产归零后，在船上当了9年奴隶，直到明朝政府发飙施压才被释放。一出狱，他立刻闪现日本平户，复仇剧本正式启动。李旦的逆袭全靠语言外挂，汉语、日语、葡萄牙语多国语言全都能讲。更猛的是，他还拿到了德川幕府的朱印状，这可不是普通执照，是闭关锁国时代的贸易黑卡啊！在德川幕府闭关锁国的时代，除给予朱印状特许书的船之外，片板不得下海。李旦因朱印状成为日本对中朝刘三国贸易的最大势力，赚钱赚到手软。吃过亏的李旦学乖了，合法生意要搞，武装保护费也要收。他在长崎狂招日本浪人，组舰队，西洋商船想过东海，乖乖交钱。从此，欧洲人称他 Captain China， 东海秩序他说了算。李旦最神操作是把台湾变成金库。他在嘉义王港，也就是今天的豪美里，狂盖仓库据点，组织福建渔民移居开荒，史上首次系统性汉人移民潮就此展开，比郑芝龙早了整整10年。当时李旦的18艘商船中有11艘专跑台湾线，收购鹿皮转卖日本，单船赚10万两白银，约等于现在的60亿新台币啊。1622年，荷兰强占澎湖，威胁福建，明朝出兵久攻不下。此时，李旦以双面调停者身份登场，他对明廷承诺移居荒岛无害海防，且可为屏障御倭，同时又对荷兰献策，退守台湾可避明军，进大陆便于走私。李旦他也到了澎湖，展开这种斡旋的行动。经过这个讨价还价，还有明朝派出水师大兵压境的这个情况下，荷兰人最后终于在这一年的夏天退到了台湾。1624年8月，荷兰人从澎湖撤往台南安平。1625年，李旦病逝，将台湾布局移交义子郑芝龙和养子李国柱继承。郑芝龙为独占台湾利益，1633年联合荷兰击败李国柱，留湘联盟，彻底掌控台海。李旦在台湾的经营充满矛盾性，他引荷兰殖民，武装劫掠，走私逃税，被明廷斥为通倭奸贼。但同样具备开创性贡献，他首次将台湾纳入跨国贸易体系，组织汉人移垦。他还打破海禁思维，证明以商控海比官方水师更有效。廖罗湾海战即继承其武装商船模式。当1662年郑成功的舰队驶向热兰遮城时，战舰龙骨下涌动的暗流早已刻满李旦20年前就布下的航线。而正史没有记载的是，如果没有这位中国船长的探路布局，台湾的文明进程可能要被推迟数百年之久。